赵立坚啊，这2天又上新闻了。他这次上新闻啊，可不是因为作为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表达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而是因为他阳了，得新冠了，发高烧了。要说赵立坚得新冠也不奇怪啊，大家都知道北京最近正在过风啊，1半以上的人都感染了新冠。那你赵立坚虽然每天上强国论坛，但是你在奥密克戎同志面前也没有豁免权呢，所以赵立坚得新冠并不奇怪。但他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得了新冠之后的经历啊。赵立坚得新冠这件事情啊，最早是他家的臭丫头在12月19号在新浪微博披露的。这个帖子他现在已经删了，但是呢，很多人截了图。这帖子是现在你读起来还是有些令人心酸呢。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你已经发烧1个星期了，是吧？也不退烧，感冒药也买不到，退烧药也买不到，是吧？消炎药也买不到，这些药都去哪儿了呢？这是恶意提问呐！你想啊，赵立坚如果不是现在卧病在床，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要是有人敢问他药都去哪儿了，我估计他一定会义正言辞地说：去哪儿了？在医院呢，在我们病人的床头啊，在我们中国人民最需要的人手中啊。所以你要知道，臭丫头这种提问呢，这是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赵立坚他得新冠之后会上境外媒体的新闻，就是因为他在得了新冠之后也找不到药，打脸了中国政府啊这个现在的防疫政策。大家都知道，北京市现在每天还在公布那些数据，是吧？说这个一天只有几百例，也没有什么重症。那你赵立坚说你找不到药，你啥意思啊？这不就是给党和政府的防疫政策背后捅刀子吗？但是这臭丫头连这样的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吗？我仔细看了一下，这19号之前啊，这臭丫头发的微博，我觉得她也是被逼无奈。为什么呢？因为赵立坚得了这个新冠之后，肯定是在家发烧嘛，臭丫头肯定在家里照顾他。我看他的帖子里头讲了，用冰棍来降温，然后呢，嗓子疼的时候就含点这个话梅，然后呢，再就是甘草片，但肯定是没什么用啊。你想一想啊，这奥密克戎啊，虽然说死亡率不是那么高啊，但是也有10,000,000,000、1,000,000,000啊。尤其是赵立坚，其实年龄也不算小了，还有基础病，所以也有风险的。所以我估计臭丫头最后也是被逼无奈，在新浪微博上发的帖子。他发那个帖子的目的啊，说句心里话，并不是为了抱怨，而是想求助啊，就是想求求别人，看看谁能给他一点退烧药。要说臭丫头，其实最近一段时期也是新浪微博的红人，10万粉丝啊。所以他发了这个帖子之后呢，很多人就关注到了，所以呢，马上就有人给了他4片药。有人还怀疑是胡锡进给的，说胡锡进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也阳了，胡锡进毕竟门路可能比赵立坚多一点吧，所以胡锡进就搞到了退烧药。但他退烧之后呢，这个退烧药就没用了吗？他就给了其他人。但不管怎么说吧，赵立坚的夫人臭丫头顺利的拿到了药，赵立坚同志也顺利的吃上了退烧药，现在估计应该是在康复之中吧。但不管怎么讲，我觉得啊，赵立坚同志啊和这个臭丫头啊这件事情做得不妥。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赵立坚你不是一般人呢，你是中国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呢。要我说，如果你要是思想觉悟过硬，赵立坚你得了新冠，你不但不能讲，说实在的，你也不能去要药，你就得硬挺着。就算壮烈在自己家里头，也不能随便的在外面要药。因为什么？因为你去到别人要药，就是在给党和政府背后的捅刀子，你这就是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嘛。所以要我说，这赵立坚和这臭丫头啊，在本次的疫情过程中间，应该说是没有经得起考验。这种人，要我个人讲，早就不适合做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了。他现在再上这个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那个位置上，那其实就是对党和政府啊防疫政策的控诉。中国人民可以说已经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性胜利，包括你们在座的这些外国记者，你们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当然，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并不是为了讲大葱和臭丫头之间啊冒着政治风险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啊，
而是在讲疫情防疫数据和它背后真相之间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啊，12月25号圣诞节，卫健委发布了一个公告啊，说从今天开始，卫健委就不再向公众发布这个疫情防控的数据了。应该说，过去3年，从武汉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卫健委每天公布疫情的防控数据，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但是为什么到12月25号开始不公布了呢？我猜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过去一段时期，大家都知道这个卫健委每天公布的数据已经成为了一个笑话。你想想，25号这一天公布的数据就是24号的，北京每天300多例，广东每天1000例，这个浙江每天10几例。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各个地方政府也有人在公布那青岛公布的数据是1天50万，而且每天还在增加10%。浙江的新闻发布会公报说1天是100万例而东莞公布的数据是1天30万例左右。那你想想，这个数据跟卫健委之间的差太远了，是吧？就在前几天，上海有一个人在网上贴了一份卫健委内部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记录里头，他讲现在全国每天感染的数据是3700万，而全国已经感染的数据呢是17%，2点几亿人口。北京和四川呢，这个感染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1半。我觉得这个数据是相对靠谱的，但是给老百姓公布的数据每天就是只有2-3千例，然后呢也没有死亡数率，而重症率也只有就是那一天就是几十例。那么我在想这卫健委可能会觉得，既然这个现在的防疫政策也不是我说了算，都是国务院的联防联控办公室来做决策，我们就是个跟班的，那就别让我们顶雷了，我们就别造谣传谣了，是吧？另外一种可能是，卫健委当然也是造谣传谣的部门，只不过他不好意思自己造谣传谣了，他就让这个 CDC 去造谣传谣。那么不管是哪种可能吧，总而言之，以后卫健委是不再会公布这个数据了。我今天呢专门上了 CDC 的网站，我发现 CDC 的网站你仔细去找还能找到新的数据，当然它不在首页上那么26号这一天，他还公布了25号这一天的数据。这一天的数据呢，跟过去的数据一样，北京是340例，山东是21例，浙江是19例，是吧？全国一共是2668例，全国新增的重症呢是90例，全部重症加起来全国是701例，非常可笑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数据你不仔细找你是找不到的，就在卫健委网站里头一个旮旯里，我把它找出来了。那么卫健委自己不公布数据放到 CDC 的网站里的一个旮旯里公布这件事情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可大了。因为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你是每天搞新闻发布会，然后呢你会面对媒体披露这些数据，所以呢应该说全国几乎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及时的获知每天的疫情数据。但是你放到 CDC 那个网站的旮旯里，我觉得全国1/1000的人能不能知道这个数据去找都不错了。但这会造成一个事实上的问题，就是大多数老百姓再也不知道每天的具体的疫情数据了。那这有什么危害呢？我觉得危害非常大，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及时公开的数据是一个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大家都知道10几年前北京搞非典，当时我正在北京，前期非典的时候数据就全部是造假的、瞒报的。后来为什么能够取得非典抗疫的胜利很重要的原因是真的公布了所有的数据，公布的都是真实的，然后全社会共同努力，最终取得了 SARS 的这个抗疫的这个胜利。但你现在如果你不公布数据了，老百姓说实在的，他不是不想知道，他是找不着那于是就会谣言满天飞。老百姓当他不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会自我恐慌，他会把那些坏消息都汇总过来，自己去联想，最终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是一定加重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间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政府现在反复讲说老百姓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其实说的有道理，但是呢我们要仔细辨析这一句话。如果每个人要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他有个前提，也就是说他必须知晓现在疫情的真实情况，然后我自己自主来做决策。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现在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并不是很高，
尤其是80岁以上的，据说这个数据好像只有40%。但是80岁以上的人又是奥密克戎进攻过程中间死亡率最高的一个群体。那你想一想，如果你每天公布的数据全国没有重症，北京一天只有几百例，然后呢，基本上死亡的都是个位数，那很多老百姓，尤其是80岁以上的人，可能就不愿意接种，因为你政府公布的数据里面，这个死亡率很低嘛，或者说你不公布数据了，他也无从得知嘛。那么你去动员他去打疫苗的时候，你怎么办？你给他送鸡蛋，年纪大了他也不吃了。所以你只有让他知道真实的疫情情况下，让他自我做决策，他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你不让他知道疫情的真实情况，说白了，你让他成为责任人是做不到的，他只能成为疫情后果的第一责任人，或者是疫情后果的承担人，就是感染他死了，他承担了这个后果，其实他并没有为自己的疫情负责。真正要让他负责，他必须让他全部知晓他所有的公开信息才可以。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公开这个数据本身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公开了除了我刚才前面分析的那种可能性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过去疫情3年以来所有的解释逻辑都没有面对现在的事实了。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美国抗疫真相之一。锐评指出，美国目前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均为全球最高，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锐评强调，美国当权者将政治利益凌驾于民众生命之上，是导致美国抗疫失败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漠视美国人民人权的政治操弄还在持续，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仍在美国大地上蔓延，这是美利坚的耻辱，更是美国人民的不幸。过去3年的解释逻辑是什么？是美国这些西方国家都置自己的这个老百姓生死于不顾，而中国呢，是以人民群众的健康为第一原则，精准防控，最后取得了重大胜利，对吧？赵立坚当新闻发言人说，天天怼美国，答案在风中飘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吧，老百姓那些死亡，对不对？在中国你就偷着乐吧，这不都是赵立坚每天做新闻发言人的常态吗？中国抗疫努力概括起来是4个词：公开、透明、科学、负责。反观美方呢，概括起来也是4个词儿：甩锅、推责、污名化、政治化。美方一些人一提起疫情就拿中国说事儿，这种做法极不道德，极不负责任，中方绝不接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仲音的文章，题目是“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文章指出，放松防控将大幅提升病毒变异风险，而新的变异毒株出现后，又可能带来新的传播风险和感染威胁。作为奥密克戎 BA.5 变异株衍生的第3代亚型 BF.7 正在全球迅速传播，其传播速度快，传染力强，代际间隔更短，极易造成大面积传播。文章认为，一些国家选择躺平，采取与病毒共存政策，不是因为不想防控疫情，而是无法防控，也没有能力防控。这些国家经过多种尝试后，找不到一种理想的控制新冠疫情策略，干脆选择躺平。这恰恰是由于前期未能及时有效控制疫情，已经失去了动态清零的机会。西方的很多富人现在自己花钱跑到那个阿联酋去打中国国药的灭活病毒，打一针挺贵的，从飞过去办签证，全部打下来25万人民币，打一针。这个，但是现在呢，回过头了呢，一下子变成每天3000多万例，怎么解释呢？是不是按照赵立坚的逻辑，中国就现在变成政府对老百姓的死活不在意了呢？虽然可能这是个事实，但他不愿意承认，对吧？所以过去的逻辑现在反过来打自己脸的时候，他没办法面对了。所以要我说这件事情最不应该的是，其实把防疫政策政治化。中国政府呢，其实客观的来讲，在过去3年中间，前2年我认为确实防疫做得还不错。我当时在推特上我也讲过，
当时我在不同的阶段里头评分，其实中国曾经当过优等生。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西方国家一开始对口罩啊，对这个封城这种措施比较排斥，所以你看感染率比较高，死亡率也比较高。但是中国当时当机立断实行封城啊，戴口罩啊，使得疫情在很快的情况下就得到了遏制。所以有一段时期内，美国呀、欧洲啊，当时啊，其实这个死亡率非常高，而中国呢，生产不但恢复了，生活也变得正常了。哎，那个时候确实做得不错，客观来讲。但是你去看一下那个时间中国政府的发言，他天天把这种所谓防疫政策的成功转化为道路自信、制度优势的一个证据，然后天天开始嘲笑美国、嘲笑欧洲。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意大利有一段时期内呼吸机不够用了，然后很多年纪大的人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呼吸机拔下来让给年轻人。看到那样新闻的时候，当时国内的这些报道都是幸灾乐祸啊，说你看你们现在搞的这么糟糕的这种程度，那证明我们中国搞得非常好嘛。包括那个中国的长安网，那是这个很官方的一个微博，看到印度当时在恒河边上烧因为新冠而死亡的那些遗体的时候，幸灾乐祸，说是点火有2种，中国是神舟5号上天，这个印度是在那个恒河边上点火。这种态度要我说是非常非常糟糕。为什么？因为面对疫情，应该说全世界的人可能都没有应对经验，有的国家可能一开始应对的时候确实是有疏失，可能有的国家国情还不一样嘛，像印度它基础医疗条件就是差嘛，所以一开始有那么多人失去生命，这是一个悲剧事件。按道理来讲，我们不能支援别人，我们也应该感同身受啊，共情别人的苦难，至少不幸灾乐祸。但是那个时期，中国天天在幸灾乐祸，赵立坚天天在那个地方怼美国，是不是？那反过头来，现在全世界生活相对比较正常了，中国现在一天几千万例的时候，当年嘲笑别人的那些话都变成了打自己脸的耳光，何等可笑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就说，当我们不能用一个正确的态度面对公共政策的时候，当我们把一个正常的公共政策变成政治化工具的时候，早晚有一天他会用这种方式来打自己的脸。你想当时美苏争霸的时候，那苏联天天用那种所谓的太空竞赛呀、各种军备竞赛来证明自己的制度优越，最后怎么着了呢？最后自己解体了。所以啊，其实啊，这世界上大多数事情啊，不需要你用这种过分夸张的方式去证明。你好，别人自然就会觉得你好；你做的差，别人自然就会觉得你做的差。你把你曾经的好当作证明自己永远好，这种逻辑本身就不存在。我想问问美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000万，死亡人数超过56万，分别是中国的300倍和110多倍。美国死亡病例人数已经超过在1战、2战、朝战、越战中美军死亡的人数总和。美国疫情应对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惨痛失败。相比而言，中国抗击疫情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这次中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全世界其他国家呢？有哪个国家开始嘲笑中国了吗？并没有啊。美国提出了要给中国支援疫苗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深切关切啊。没有哪个国家里天天在怼中国，你睁开眼睛看一看，答案在风中飘吧，然后你在美国就偷着乐吧，没有人这么说呀。那么反过来，我们再看赵立坚的过去的那些言行，是不是非常不妥呢？所以我希望啊，赵立坚这一次得新冠呢，他卧床期间，他应该好好想一想，他过去作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啊，他的那些言行是不是妥当？我当然知道他的很多言行可能并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但是他作为一个人，他应该知道自己发言的底线。当有些人授意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也可以不这么说。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祝赵立坚早日康复，早日回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这个位置上，也希望他重新回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之后，能尽可能的多说几句真话，少讲几句假话，多说几句人话，少讲几句
不是人说的话。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美国目前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均为全球最高，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一些国家选择躺平，采取与病毒共存政策，不是因为不想防控疫情，而是无法防控，也没有能力防控。这些国家经过多种尝试后，找不到一种理想的控制新冠疫情策略，干脆选择躺平。